跑！你是凤琴？老李，你咋长这样？如哥。我们一家咋突然变成另外3个人了？明明我们都要冲过去了，咋一下就掉下来了？如哥，还别说，你这黄毛丫头的打扮还挺别致。都啥时候了，还笑得出来？又没了。这泥鳅太难抓了，我和我爹费老大劲儿了才抓5条。好歹先垫吧一口，等咱们攒足了力气，我再去抓几条。这也没有锅，也没有水，咱们也不能吃泥鳅刺身吧？老李，你身上有打火机不？要不咱们把这几条泥鳅先烤着吃了？打火机？咱们家那辆车呢？车上有打火机，而且我们家那辆车上还有一口太阳能锅。何止有锅，我们那辆车上还有半袋大米、半袋白面，还有听挂面、方便面，还有1桶植物油、鸡蛋。哎，你们说咱们家那辆车会不会也跟着穿越了？找啊！咱们一家人醒过来就在这个地方，也没挪动。如果那辆车也跟着过来了，那肯定就在这附近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！哇！水，我的薯片辣条。奇怪了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这车居然连块漆都没掉。啥？没掉漆？爹，你说咱们会不会不是从高处掉下来的，只是穿越了所谓的时空之门？不然，你怎么解释这辆车？爹，你说这台车咋整？也不好开回村，总不能一直停在这儿吧？开回村肯定是不行，停在这儿也不行。万一被人发现，这时候别说咱们这种鸟不拉屎的穷山沟，就是京都也没有这么好的车啊。那咋整？照你这样说，那这车还是个麻烦了。这东西要是能缩小就好了，用的时候放大，不用的时候就缩小，也好藏啊。妈，你还真敢想。我这手这么有力气的吗？啊！我是不是见鬼了？车呢？咱家那台车呢？爹，你是不是能操控这台车？还是我闺女聪明。瞧瞧，你娘还没想明白咋回事，还以为是她把车拍没的。
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咋回事？我刚才听了你的话，也在心里想着，这车要是能缩小就好了，它就真的变了。只不过不是缩小，而是变没了。我一着急，动了个把车变出来的意念，结果这台车就又出现了。老天对我们一家不薄啊！爹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这本事嘞！步兵，老三，貌似是在喊咱们。快，赶紧把不该出现的东西都收起来。哎呀，这汽车空间真不错，只要能把东西放进车里，就能一起收进去。这和储存空间也差不多，就是有点可惜了。咱家这台车还是太小了。老李，你说这车能不能把人变没？比如咱们3口人都坐进去啊？娘，你还真敢想。不过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可咱们也不能再躲了，正好村里已经有人找过来了，咱们一家人呐也该出现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飙演技的时候了。爹娘，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也准备好了。在这边，村长，我们找到他们了。喂，老三，你咋样了？还能起来不？村长，给我一口水，我就能走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哎，你们谁带水了？赶紧给老三喝一口。这李老师老两口啊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这儿子再怎么窝囊，不也是你亲生的吗？居然还真能狠得下心，连找都不出来找。难怪村子里有流言说李富兵其实不是李老师的亲儿子。来，走吧，啊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去看看李老叔。哎呦，村长您老来了，快请进。能活着回来就好，你们这一家胡闹不要紧，把一村的人都给惊动了。老三呐，你可不能忘了大家的大恩大德，尤其是村长。哎呀，我说三弟妹呀，你两口子也是40几岁的人了，这说话办事咋还这么不着调呢？处处把爹娘给急的，这2天呢，饭都吃不下了。我说三弟三妹啊，你们也太不懂事了，爸妈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跟着你们担惊受怕的。富兵一家子能活下来，也算是万幸了。这以后你们兄弟之间有啥事儿啊，还是要商量着来，可不能这样了。行了，老三一家回来是好事，你们都少说2句吧。唉，家门不幸，是我教子无方啊，害劳烦村长跟着受了1天的累。嘿嘿，老三这2口子一定是没话可说了，谁让他们一家生不出儿子呢？净生些赔钱货。前几年李如兰给我家老大换了个媳妇儿，这次再把李如哥卖掉，等过个2、3年，如意也大了。到时候再给我们家老四换个媳妇儿回来，嘿，这事儿不错呀。既然我们这一家人这么让爹娘不省心，那就把我们一家分出去吧。既然我们这一家人这么让爹娘不省心，
那就把我们一家分出去吧。分家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的。老三家两口子是全家工分挣最多的，还有那俩赔钱货，也干得多吃得少。这次要是能把如歌卖了，大家都能捞好处啊！分家？不可能！啥？老三啊，老三，都说爹娘在不分家，你这是想咒爹娘死吗？正好村长也在，你给我们家做个见证人。这个家我分定了。老三，你家可是连个儿子都没有，这以后还要指望你几个侄儿养老送终，这话我就当你没说过。我自己有闺女，而且有3个闺女，我干啥要指望侄子们养老送终？未来我说不一定还能给如哥招个上门女婿，所以你们要卖了如哥的事，我们一家坚决不同意。正好村长也在，我听说买卖婚姻也是犯法的吧？这李老师一家做的也实在太过分了。这李家老三家窝窝囊囊的，今儿啊真是被逼急了，连分家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买卖婚姻当然犯法了，不但买卖婚姻犯法，如哥才多大呀？哎呀，李老叔，日子再难，咱也不能干出卖儿卖女的事儿啊！这要是让上面知道了，我这个当村长那都不好交代啊！啊，不是老三说的那样，啥卖不卖的呀？这不是家里日子不好过，然后孩子他大姑就给如哥说了个好人家嘛。我们家如哥还小嘞，他才多大，你们就去给他说媒？你反了天你啊！反了天你啊！你个生不出儿子的贱货呀！明儿我就让老三把你休回家去。凤琴没做错什么，我为何要休她？爹，现在可是新社会。这13岁还是个孩子嘞，乡上当然不会给登记了，这可不就是违法的？都跟人家说好了，把这丫头找回来，明儿就卖去山沟村，就有钱买白面了。我咋摊上这些个不孝的呀？一个个替他们养大这群赔钱货呀！对待3个儿子差别这么大，似乎哪里不太对呀。还想读书？没弄死他，能让他活到现在就不错了，还妄想跟咱们家儿子一样的待遇。哼！难道这李福兵真的不是老两口亲生的？村长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们家做这个主，这个家我是一定要分的，不然我家如哥难保不会再被卖。我大伯家李如芳，我二伯家李如霞，他们哪个不比我大？我爷奶为啥非要先给我说人家？还不是看我们一家好欺负？我家如芳那是要嫁去城里的，你哪里配和她比？就是，我家如霞那也是要嫁进城里的，就他们那个长相还想嫁去城里？你们以为城里人都是傻子吗？我闺女长相咋了？那大屁股那可是能生儿子的。疯子！我才不会跟你这个疯子一般见识。老三窝囊了几10年，这咋进一趟山就变得有骨气了？还要从这个家里分出去？老三呐，你要分家那也得明天再说，今天都这么晚了，村长也得回去歇着了，你说是吧？行，明天分就明天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干嘛关你什么事儿？用的东西想不出啥好招就眯着你的。都回去睡觉吧，这件事儿明天再说。爹，我刚刚听见大伯说坚决不能分家，二伯说这件事儿村长又不是不知道，
你觉得你这样做能行？然后大伯和二伯就吵起来了。刚才一家人都在忙着和李老头一家斗智斗勇，倒是把这个小闺女给忘了。没想到这么一个才10岁的小闺女，居然这么机灵。我再去打探一下。那个如意不是都10岁了，咋长得跟6、7岁小孩似的？你都13了，不也跟10岁的孩子差不多？不用说了，肯定都是饿的，咋可能长高？好在还来得及，等从这个家里分出去，到时娘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保准让你们姐妹俩长得高高的。就这一晚，明天呢，咱们一家宁可搬出去住山洞，也坚决不住这个牲口棚。你说这人怎么窝囊成了这样？都被赶出来住牲口棚子了，居然还在为这个家卖命。大伯说，如意，娘的好闺女儿，这几天是不是担心我们了？我二伯娘说你们都死在山里了，还说等找到你们的尸体就把我也卖了。那个臭婆娘，等哪天她落单的时候，娘一定好好收拾她一顿，我让她咒咱们全家。娘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爹，我那包饼干能拿出来不？吃吧。这几天我和爹娘在山里遇见了贵人，这些都是那个贵人给的，还给了咱家好多细粮食呢。不过那些粮食都被我们给藏起来了，等咱们从这个家里分出去再拿回来。爷二姐给你的，快拿着啊！好甜啊！二姐，真的好甜。甜就多吃点，这几块都给你。不要，我就吃1块就行，剩下的给二姐，给爹娘吃。老李啊，咱俩这辈子不能白活，一定把这3个闺女给照顾好了。等分了家，咱们就去找大闺女。那个窝囊废，也就是当着村长的面儿敢说几句硬气话，等明早你看着吧，保准又是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想吃现成的，还不赶紧起来做饭去！对呀，爹昨晚说过，我们今天就要分出去单过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如意，二姐憋不住了，得去上个茅房。天还没亮透呢，外面指不定有啥野兽。走，爹陪你去。哎呦，可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娘，大清早的您不在屋里歇着，趴着破门干啥？我还以为外边是野猪撞门呢，吓得我猛一推门，寻思赶紧出来打野猪，好护着如哥上茅房。娘，孩子还憋着尿呢，等会儿再和您说啊。今天这饭咱不做，我看他们一家能不能吃生米。哎，这才几点？你再躺下睡会儿。可是娘，以前不都是你做饭？这几天大伯娘、二伯娘因为谁做饭，天天赶架架，就等着你回来呢。以前是以前呀，这不你爹都说了吗？咱们都要分出去了。这饭咱们就不给他们做了。对呀，咱们都要分出去了，我怎么又忘了这事儿了？
爹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咋了，闺女？是不是看到耗子了？这种时候啊，那东西啊能当肉吃，你怕它干什么？不是耗子，爹，你看这是啥？这土是哪来的？咋还湿乎乎的？爹，我也有空间了，这些土就是空间里的。闺女啊，老天待咱们一家不薄啊！这是瞌睡了就有人给咱送枕头啊！不，爹，这是饥饿就有人给送粮食，渴了就有人给送水。啊？你那里还有粮食和水？粮食倒是没有，不过有一条河，很大的一条河，还有一口井，还有就是黑土地，大概有2亩地的样子。才2亩地？少是少了点，但总好过没有强。何况还有水，这下是不缺水了。是不缺水，但是缺种子啊！闺女，你看这东西能种不？爹，你居然也可以用意念查看！啊，是哈。爹，别忘了，我娘说这叫意念。而且我那个空间吧，也是可以用意念查看的。对，意念。闺女，你那空间是咋出现的？老三，你们一家大早上的睡懒觉不起来做饭也就算了，咋还能把娘给打了？让大家伙都看看，他们那边看看你。哎呦喂，大哥二哥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啊！带孩子上个茅房，谁成想娘大清早趴咱门缝上啊！原来如哥是想去茅房呀，这倒也是能理解。现在家家都快断顿了，哪还有吃3顿饭的？2顿饭，早饭8、9点钟吃都是早的。你说这早上4点多就去趴儿媳的门？别慌，看我的。哎呀，还不是老三2口子这几天进山里受了罪嘛。我婆婆惦记着儿子，一宿都没怎么睡啊。这不，天刚放亮就赶紧起来，说想过来看看这一家子。如哥这丫头也真是莽撞，你说你就算不是故意的，那你奶是不是你撞的？我就是早起去个茅房，不知道我奶在门上趴着，推门的时候撞了我奶一下，也就额头撞了个包，这让你们整的，咋好似我奶快要……只是撞了个包，还是如哥无意间撞到的，你们也就别不依不饶了。这一家3口好不容易捡一条命回来，也是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富贵，你娘既然没啥大事儿，算了。若真是挺严重，咋没见你们家去请大夫嘞？哼，你们没听他说吗？就是撞了个包，请啥大夫？又不是纸糊的。他婶子，你这说的那是啥话？啥叫纸糊的？我婆婆毕竟也是70几岁的人了，被这死丫头，你个死丫头，推门的时候也不说看着点儿，瞧瞧把你奶给撞的，现在还晕着呢。那就去请大夫啊，该吃药吃药。你们这样堵在我家门口，是真担心咱娘啊，还是没事找事？哼，那你还愣着干啥？还有脸说这样的话？还不赶紧去给娘请大夫？老李家这是没人了吗？那么多孙子重孙子，还非要我这个当长辈的去请？他们这是欺负人欺负习惯了，家里啥活不是咱俩的。老天爷啊，你赶紧睁开眼瞧瞧吧吧！李富贵和宋桂花真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啊！老妈这演技爆棚啊！老妈的短剧看来真不是白看的，这就派上用场了。娘，爹，我爷奶和我大伯一家就是想咱们一家死啊！这几天你们不在家，他们连口迷汤都不给我喝。合着我们家演技最好的在这儿呢。
不对，如意这是真伤心了，谁想居然这样对小姑娘。你儿几个都这么惨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咄咄逼人，还是不是人啊？就是啊，真不地道，还是不是亲兄弟啊？你个懒婆娘站在这躲啥懒？三弟妹昨晚刚回来，你个当嫂子的多干点活咋了？如意，去把村长叫来，还有李家的几个长辈也都叫来。老师啊，那就让老三一家分出去吧。傅斌一家想要分出去，那就分出去好了。不过有些话，可别说我这个当爹的没提醒你们。这年月抱成团都未见得能活下去，你说你这个时候闹分家，那不是找死吗？爹，你错了。正因为这年月日子不好过，咱们才更该自己过自己的。咋说？老三，您说说你的想法。三爷爷，你听说过这句话没？一个和尚挑水喝，两个和尚担水喝，三个和尚没水喝。好小子，没想到你还有这心眼儿。好好好，那三爷爷就等着你分出去之后能有水喝。哦，这是啥分家？没听说谁家分家这样分的。不是说李三爷都去了，咋还让傅斌一家净身出户了？听说是开始没这样分，粮食家事也都分了一些给李老三一家。后来李老太太突然冲出来，又是撒泼又是打滚，然后是傅斌主动提出来，他们一家啥都不要。怎么能这样啊？这也太绝了吧！造孽呀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我的天！我现在更相信李富斌不是李老太婆亲生的。富斌，分出去日子也不好过，不然就去求求你爹，磕个头，道个窜，说几句好话，说不定你爹娘心一软，就不会把你们一家轰出去了。这个造型跟个要饭的似的，要是有相机，一定给他拍下来。嘘。哎，闺女，你这会儿笑不太合适啊。我这不是在偷偷的笑吗？可惜爹，有人看见的时候，我肯定比你还会装穷。还装穷？闺女啊，咱们家现在是真穷。哎。嘘。吃吧，偷偷的吃，别上火。你忘了二姐和你说的，咱家还有那位贵人送的粮食藏在山里。来，闺女，慢慢吃。如意，来喝点水，这也是那位贵人送的。大家都没舍得喝，藏起来就是为了和你分享的。一家人不能睡在露天地里，
咱们得搭个棚子。这几天爹娘和二姐差点死在山里，肯定还没恢复过来，哪来的力气干活？爹娘、二姐，你们先歇会儿，我等下就回来。妈，我也有金手指了。闺女，你快点告诉妈，你这个空间是咋弄出来的？昨天我努力那么半天都没弄出来。还有，你那个空间里都有啥宝贝啊？我昨天不是捡了一块玉石，好大一块。等等，你啥时候捡的玉石？我咋不知道这事儿来？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？要说起这个空间，还得先从我捡的那块石头说起。然后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，直到今天早晨去茅房。你们知道的，这儿条件苦，茅房里没有厕纸。我一劈那个棍，一下就把我手给拉出血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去兜里掏。你们知道的，这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我还以为我兜里有纸巾呢，可能是我的手指碰到了那块玉石，完了那块石头就不见了。然后我就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个空间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神奇了！老李，闺女，你们觉不觉得咱们一家三口都不是一般人？那啥，媳妇儿，貌似你还是一般人吧？不是的，娘，我和我爹可不是一个意思。我的意思，你也是有可能变不一般。谁说我没啥变化？媳妇儿，我那个汽车空间吧，其实也没啥用，还是你这技能厉害。妈妈，我那个空间里就一块黑土地，还不大，然后就是河水和井水。你空间里有水？果然，我闺女儿才是女主。啥主不主的，有娘在，哪里轮得到闺女当女主？还是娘你最厉害。行了，闺女，你娘不用你吹捧。那啥，你快点给娘弄出来空间里的井水，让娘尝尝啥味儿。啥味儿？水还能有啥味道？啊！不是，这水真的很好喝吗？纯天然的蜻蜓味。爹娘、二姐、二丫、狗蛋他们都是过来帮咱们家干活的。我们家这个小闺女看来也不是个一般的，这才多大呀，就知道利用人了。哎呀，村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哎，乡里乡亲的，大家伙都搭把手，帮着副兵家把棚子搭起来。谢谢乡亲们，谢谢乡亲们。一二七。娘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去山里看看，挖点野菜，给大家煮一锅野菜汤也是好的呀。行，走着。反正这里也用不着咱们娘俩了。
村长，大热天的，大家连口水都没喝，他娘俩是进山挖点野菜回来犒劳大家呢。天寒成这样，哪还有野菜啊？你们这份心啊，大家领了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大家伙加把劲儿啊！这水真是解乏呀，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作用。我的个娘嘞！闺女，够了，这老多，咱们可咋拿回去啊？娘，我知道是咋回事了，这地底下肯定有很多这样的野菜种子，然后今年一场雨没下，这些野菜就没出来，结果现在被我用河水这么一浇，你瞅瞅这些野菜给急的，都恨不得拍死前辈，踢走后辈，连滚带爬的往出冒呢。闺女儿，那要是遇见了人参种子，你是不是也能浇灌出一堆人参？娘，你听啥动静？闺女儿，我咋感觉有很多动物的脚步声在往这边来啊？是吧？我也觉得那些声音不对，好像还有撞击声。娘，我先把东西收起来，咱们赶紧离开。娘，咱俩快点跑，先跑出这块地，离这边尽可能远一些。然后我进空间，你上树。好，娘明白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没事儿，这点小事儿娘能应付。这些动物都是冲着空间水来的。闺女，咱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，你爹指不定咋着急嘞。好，那就先说这些。闺女，爹以后能不能过上好日子，可就指望你了。那必须的，最起码以后咱家不会缺肉吃了。你是说这野猪是你们娘俩捡的？它可能是跑太快了，一头撞树上了，就被我们捡回来了。那这一大桶野菜，我们找到了一处洼地，长满了各种野菜，等明天带着大家一起去挖。老三这一家有福气，这野猪都多久没人猎到了，咋就能被他们一家给撞见？还有这野菜，我咋感觉着活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这么绿的野菜了？我三哥一家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福气大着呢。借村长吉言，借大家伙吉言。不过今天这几十斤肉，我们一家肯定不会独吞，可也不能就这样吃了。我是这样打算的，等下我和如哥把这只野猪送去收购站，估摸着肯定能换回来不少粮食，到时候给大家分一分，咋样？这老三家刚刚分出来，又是净身出户，要是真能换点粮食回来也是好事儿。我们大家就不要跟着分了。刚刚老三两口子不都说了吗？明天会领着大家伙去挖野菜，这已经很难得了，你们说是吧？对，村长说的对，
我们不分，这野猪本来就是你们家的，我们凭啥跟着分？对，凭啥？就凭大家伙饿着肚子还在帮我们家干活，凭这一点，我李富斌就不会让大家伙这活白干。娘的，刚才老子一把好牌。同志，我们是来换东西的。换啥？你们农民现在还能拿出来啥？鸡蛋不是都要留着交任务，不允许私自拿来收购站了？这事儿你们村长没告诉你们吗？我们拿来的不是鸡蛋，是肉。肉。野猪，咱们这儿收不？废话，当然收了。你们是哪个村的？这袍子是你们自己猎到的？这些人不会抢咱家的肉吧？咱们一家可就指望这只野猪换粮食活命嘞。你这小姑娘，我们这可是公家单位，咋可能抢你家的肉？那啥，有那个介绍信吗？有，我们是李家庄的。给，这是我们村长亲自开的介绍信。这野猪我们收是收，不过咱们这儿现在就是火柴啊、咸盐、灯油啊这种东西多。你们看，你们想换点啥？粮食。还有大铁锅，我们还要换一口大铁锅。大铁锅？你们还想换一口大铁锅？小姑娘，你们要说用这只野猪换点粮食，我们倒是可以帮你们想想办法。可这大铁锅，就算你用这一整只的野猪换一口锅，我们也没地方给你们换去。孩子做梦都想要一口锅，那啥，没有就算了。那粮食，你们看能给我们多少？这是40斤粮食，1斤盐，2斤灯油，2包火柴，还有2斤酱油，1斤醋，你们清点一下。这个破坛子一看就是个老物件，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只是可惜啊，被钻了好几个窟窿。我再领你们去供销社看看，有处理品的话，你们还可以捡点肉。老三呐，你媳妇儿这做饭的手艺，真不是一般人家婆娘能比得了的。村长叔说的是嘞，我还记得前年咱们吃大食堂的时候啊，那几个女人就数三嫂的手艺最好。对对对，三嫂子做的那个野菜团子，那叫一个香嘞。那啥，改天挖回来野菜，我再给你们大家做。哎呦，三嫂你就吹吧，先不说能不能挖回来野菜哈，就是大锅，你家有啊？啊，是哈，蒸野菜团子必须得用大锅。要是真能挖回来野菜，到时你们一人出一把包谷面，让老三媳妇儿去我家蒸。对呀，村长家里有大锅，那咱们现在就报名，都谁去？举个手！
我终于有家了，我可得保护好我们的家。爹，你可绑得牢一点。爷，别担心，你看门窗都封严实了，没人能偷走咱家东西。村长爷爷，你们来啦！哎，府兵啊，你们来带路。爸爸妈妈不在家，我可得把家守好了。居然还真有野菜！我的妈呀，还都这么绿，看着咋好像这些野菜都是新出来的呢。还真是挺好，村长叔啊，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看咱们都快要饿死了，赏赐给咱们的？二娃子，你瞎说啥嘞？哪儿来的老天爷？这就是碰巧了。这几个大坑不缺水，让富边媳妇儿和他闺女们瞧见了。哎呀，我想把这件事儿和村里人都说一下，明天让全村人都进山，多找找这样的深坑嘛。村长，我觉得这样不妥。你想啊，这件事要是村里人都知道，难保会传出去。这外村的人也都跑到咱们这儿来挖野菜，你让是不让啊？他们别的村不会也学咱们进山去找呗？说不定他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深坑呢。万一他们那边没有呢？我就怕上面到时候把咱们这儿当成宝地，给征用了，你说那咋整？那还用说？当然是不让啊！可要是上面让呢？毕竟这大青山不是谁家的，人家要是说了，只要不怕远，谁都可以来，那咱们村可就热闹了。今天这件事儿啊，你们大家要是不想再挨饿，不想被饿死，谁都不许传出去，就当没发生过。回去让你们的婆娘和孩子把嘴管住了啊！我听说现在城里可缺菜了，富明，你是不是有啥好主意啊？我们可以拿这些野菜去城里换粮食。行，这件事啊，既然是富兵你提出来的，那你就去试一试。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富兵因为给大家换粮食换出事儿，我徐顺利是主谋，你们大家一个也跑不了。我们绝对不把这事说出去。那大家今天挖的这些野菜就不要都拿回家了，否则万一谁家婆娘孩子管不住自己的嘴。明白明白，对，少拿回去点，够今天吃的就行。哎，就放在富兵家里吧，他们家那消停，跟前也没个邻居，比放在村不安全。这谁干的？村长伯伯，我们家这是被人给抢了，你看要不要去公社报公安呀？是嘞，这肯定是让人给抢了，这哪是什么小偷小摸，估计来的人还不少嘞。这还得了？咱们村这是来抢贼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村长，我往公社跑一趟，我去报公安。哎呀，村长也在啊！
赶紧去把李三爷叫上，就说李老师一家无法无天了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去叫李三爷。如意，如意，你醒醒！看好你妹子，别的事不用你管。瞧把你们一个个吓的，那一家子窝囊废有啥可让你们怕的？你们一家子都给我听着！如果我闺女今天有个好歹，我定要你们一家子给我闺女陪葬！这个平时窝窝囊的女人，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了？他是不是疯了？先别管这些了，都赶紧出去拦住他！老大，你个窝囊玩意儿，她一个女人，你怕她啥嘞？再不出来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全家，谁都别想活！凤琴，这都是一家人，有啥事好好说嘛，砸的还不是自家东西，还不快出去！反了，反了！你这生不出儿子的臭婆娘，今天我就让老三休了你！你个丧良心的老太婆，竟敢害我女儿！你个丧门星！哎，你个丧门星！凤琴，你这是干啥？闺女还在那儿躺着，生死不知，你不赶紧送闺女去卫生院，咋这有啥用？对，老李你说的对，咱得送闺女去住院，去医院，这不得花老大钱了吗？而且得往城里送。青山公社那个卫生院有啥用？啥药都没有，大夫也都是半吊子，那哪能把我家闺女看好？如意那闺女到现在都昏迷着，看着真是惨啊！哎呀，这青山医院可贵着嘞，这得好好花你们几个大钱。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这是要干啥？村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富斌媳妇儿把我家给砸的，老天爷呀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还有没有地方说理哩？那啥，平安，把你奶手里的菜刀抢下来。当初咋给老二家说了这么个棒腿媳妇儿？我的命苦啊！亲儿子打了狍子，居然都不说给亲爹娘送点过来。你不知道你娘我就爱吃肉吗？老三你不孝啊！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。你们大家说说，谁家有这样不孝的儿子？当爹娘的不生气？还有你孙凤琴，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到现在你都没给我们老李家生儿子，还有脸跟这家发威？你哪来的脸哟？说的是啊，这李富斌闹着从家里分出去，本就是不对的。这才刚刚分出去就忘了规矩，这咋能行？有肉吃，咋不知道先给老人送点过来？也难怪李老头和李老太太气成这样。我们家昨天分出去，连1粮食都没有。这件事村长伯伯可以给我们家作证。那只傻狍子是自己撞上来的。难怪，
我这还琢磨呢，就这家人，咋可能打到袍子嘞？原来是老天爷主动送来的。他大娘，你可小点声吧，这事儿咱们知道行，可别嚷嚷出去啊。就是啊，这可怪不着傅斌一家。我这活了半辈子，还没听说谁家分家是这样分的，居然连1粒米都没给，那不是明摆着要饿死这一家人吗？如意咋样了？我们来的时候，我爷奶一家都在屋里，就如意自己躺在这儿。我娘还以为我妹已经，估计是气疯了，就砸了我大伯娘那屋的门窗。行了，砸就砸了，和人命比起来，几扇破窗户算个啥？不可能的，再是一条龙，被他打压了40几年，也早就变成虫了。这就对了，这个窝囊废就该是这样的。我的命好苦啊！村长，三爷爷，我家如意被宋桂花给打的，可还混着呢。我们得去城里医院给孩子看看，这钱是不是该宋桂花出啊？那张秀英也打了，怎么是我出钱呢？哎，大嫂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那王文英也打了，我可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李如意，如果碰了，我不得好死。平安媳妇儿，不是你就不是你，这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发啥誓啊？现在不兴这个。我不管啥行不行的，反正我大伯娘冤枉我就不行，要不然你让他发个誓，你看他敢不敢？娘，最后打出血的那一下，可是你用擀面杖打的，这可不能赖在我头上。还有你们，谁没有动手啊？怎么能都赖在我头上？我去打了，那不也是你让的？还要去三叔家抢粮食，也都是你出的主意。对，梁柱媳妇说的对，都是宋桂花这个臭婆娘出的主意。你个懒婆娘，做了坏事还想往老娘身上赖，没门儿！我不管是你们谁干的，我家如意可是还晕着呢。村长，三爷爷，你们可要给我家做主啊！是啊，三太爷，村长，你们刚刚也都听见了，这话可是他们自己承认的。我家的那些粮食和东西，都是被他们给抢走的，如意也是被他们给打晕的。三爷，昨天傅斌一家净身出户，1粒粮食都没拿，这件事儿你我都见证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他们一家开这张介绍信。我见证过这么多分家的，就没见过你李老师家这样分的。也是傅斌这一家运气好，命不该绝，换了点粮食回来，还被你们给抢了。咋的？你们这是不逼死这一家不甘心呐？三叔骂得对，是我没管教好家里人，这事儿我也有错。还愣着干啥？还不赶紧去把老大媳妇儿从老三家里抢来的东西还回去！昨天傅斌一家去公社换粮食回来，我也在。我记得还有2个搪瓷盆、2个瓦罐、1斤盐、2包火柴、1斤灯油吧，粮食也不止这些。而且这袋子，我咋瞧着这么眼熟呢？这不是我家的口袋吗？这口袋粮食是我让桂枝借给傅斌一家的。李老师，你可真行啊！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是雁过拔毛，比强盗也不差啥了。
不是个东西。哎，好啊，你个婆娘！你把那老些好东西都藏哪儿去了？还不赶紧拿出来！哪有搪瓷盆？瓦罐，娘啊！我拿回来的东西都给你了呀，就这些。三太爷爷，我妹妹不能再等了。村长，三爷爷，我家如意还晕着呢，我们现在必须要送孩子去医院。至于那些东西，不然就让他们赔些钱给我家，我们好带着孩子去看病。人命关天，看病要紧。行，那就赔钱。李老叔，这事你咋说？老大媳妇儿，如意是你打坏的，东西也是你去抢的，这钱你不掏，难道还想让我和你娘掏？不是啊，爹，我不也是整天听我娘？你闭嘴！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想攀咬你婆婆？富贵，你个废物！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赶紧去找你媳妇要钱，给你侄女看病去？你个臭婆娘，还不快去拿钱！哎呦！这晕的还真是时候，别一会儿我奶也晕了，李老叔，让我家如意咋办？这如意再不送医院，这要闹出人命啊！咱们村儿可就管不了这事儿了。还愣着干啥？还不赶紧去拿钱？拿去，家里就这么多钱，再多我们也没了。2块8缴3分，村长，这些钱应该给如意看病都不够吧？加上老三家那些东西，你们再拿出10块钱，今天这件事啊就算了。赵大叔，你先停一停，我喂这匹马吃点东西。马儿只有吃饱了才能快点走，我妹妹还晕着呢。也是可怜的娃。等着，等我找到好吃的草，给你多割一些草吃。保准比野菜还好吃。咱们这次花了多少钱？爸妈，难怪李家大院那一家子给钱的时候都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这钱是真看花呀！给如意看病总共才花了3块8毛4，你剩下的钱咱们找地方吃一顿好的去呗。娘，是不是好贵哦？没事的，咱们有钱。闺女，你想吃啥？今天咱们就吃啥。娘，我想吃大馒头，大白面的馒头。这可怜孩子，不会是从未吃过白面馒头吧？好，那咱们今天就吃大白面馒头，还有红烧肉。爹，你说那边是不是有卖粮食的？刚刚那几个人背的好像都是粮食。那几个人拐进去的那个胡同里，应该有家粮店。不过那种地方是不会卖给咱们粮食的，那得是城镇居民才有资格去粮店里领粮食。咱们赶紧走吧。干啥的？我们这里可不是给你们歇脚的地方。
想找地方休息，看见了吗？出去右拐，走个几百米，打听一下，那边有个大车店，知道了吧？同志，我们一家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歇脚的。粮票呢？光有钱可吃不了饭。哎呦，我说你们这些乡下人，一年能挣几个钱啦？估摸也就10块20块的吧。这几块钱，怕是都够你们一家一大年的花销了。咋？吃完这顿，日子不过啦？我用这个抵粮票可以不？不行，你这是菜，可抵不了粮票用的。你们这种野菜还有多少？我都要了。对了，你们想要粮票是吧？正好，我这里有你们需要的粮票。啊！我说你这人，这么帅气的小伙儿，还能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粮票，而且还穿着军裤。这人就算不是个当兵的，他们家里人也一定有在队伍上当官的。正好我家大侄女都20了，还没挑着合适的对象。要是能攀上这门亲事，那啥，小姑娘，那你就把这些野菜都给这个小伙子吧。这个水壶不错，起码能装3、4斤水。那个，你想要这些野菜？是，有多少我都要了。小伙子，你给我们家这么多粮票，我们家也不能占便宜。这个背篓里的野菜现在都归你了，都有点不足。对，实际这筐里还有半筐蘑菇，那啥也都归你了。不过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水壶也换给我们家？我的天，还有蘑菇！这蘑菇山里多的是，你那水壶可不是便宜货啊。多得是，您能拿出来多少？我们现在是没有，可也不代表你这东西就能换人家的军用水壶。小姑娘，你这就是趁火打劫，知道吧？这位阿姨，您可不能乱扣帽子，我咋就是打劫了？换不换这位大哥说了算，我又没有上手去抢。我们那里有病号，很需要这些蘑菇野菜，这就剩下几斤粮票了，正想着有点少，正好这位小姑娘喜欢这个水壶，那就换给你了。快，把你们那的野菜快点收起来，别占着桌子。你们一家想吃啥，赶紧点。4碗大米饭，再来10个10个馒头，1盘红烧肉，1个炒干豆腐。这家怎么是这姑娘当家？4碗大米饭6毛钱，8两粮票；10个馒头8毛钱，1斤粮票；1盘红烧肉1块5，肉票半斤。你们好像没有肉票吧？看来看人不能只看脸啊，缺心眼也是大忌。不然啥家庭啊，都这样败活的？哎呦，一顿饭吃这些钱，这日子这是不打算过了。这些个乡下人，只吃了这顿就不活了还是咋的？小伙子，我看你刚刚就吃了1碗面，你这个年纪正是能吃的时候，那1碗面咋能吃得饱吗？来，坐下，再跟我们一起吃一点。不了，大叔，我还着急回去呢。不过您可以给我留个地址吗？我得借用一下您家这个背篓，然后等哪天我有时间，我把背篓给您送家里去。刚刚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粮票，还给了肉票，这又给个水壶。这家人看着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啊，可说起话来，给人的感觉又不太像是农民。不是，大叔，我要您家这个筐也没啥用啊，您还是给我留个地址吧。哎，这样的野菜您家是不是还有啊？有啊，您如果需要量比较多，我们也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的。
闺女儿，你忘了这是什么年代了？这时候不允许个人做买卖。那啥，我们一家是青山重工社李家庄的，我叫李富斌。你去的时候都不用打听，村西头独一户，那就是我们家。行，李大叔，那这筐菜我就背走了，改天给您送筐去。好嘞，那啥，我们也不着急着用，你啥时候有空，或者是顺道送过去就行。哎，你们的饭菜好了，自己过来端啊！哼，呗。现在的钱真看花，爹，我这还有5块多，等下咱们去供销社买点啥去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咱们一家来城里还有个任务嘞？爹，你打算去哪儿卖野味？不是去供销社吗？那哪能去供销社？卖吃的东西得去居民区。风琴，你和如意在这边等着，我跟如哥去就来。不是说像这种东西都被砸碎了吗？所以我才觉得这家人不简单。你看他们家不但住着这么大的房子，居然还能保留的这么完整。爹，你记不记得李老师曾经说过，现在有个大富翁叫啥来着？说这家会不会就是那家？你说的是冯家吧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听说冯家的老太爷打鬼子时就没少捐款，之后更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捐出去了。要真是冯家，那就不奇怪他们一家还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了。不过爹，你说再过几年，家里有人吗？你们找谁呀？大娘，我和我爹是来走亲戚的，没找到人，想向你们家讨口水喝，可以不？啊，进来吧，我去给你们倒点开水喝。咋会有这么相像的两人？天底下怎么会有长相这么相似的两个人？不会这人就是那位大明星的前世吧？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连句话都不会说？你瞅瞅你，把人家姑娘给吓的。不是的，大娘，我没有被吓到，我只是觉得这位小哥哥很面熟。大娘，你们家姓啥？啊，我们家姓冯，这是我儿子，叫冯远恩。冯远恩，姓冯，那有事儿。你们来我家喝水是假，卖东西才是你们的目的吧？哎呀，你别吓着他们。这野兔野鸡多少钱呢？我们家留2只。不用钱，大娘，我们用这一筐野菜、野鸡和野兔换点粮食就行。那我回屋给你们拿几斤杂粮和小麦面粉吧。大叔，我可以跟着你们去挖野菜的山上看看吗？我保证谁也不告诉。好啊，小哥哥，那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那你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，早点回来。哎。娘，爹，二姐，他们回来了！我天，爹，我娘咋买的锅呀？娘可厉害了，一下子就把那2个小偷给按到地上了。然后那位大叔为了感谢娘，就给了娘1
口锅。这位是？哎娘，咱们的野味野菜都卖给了这位小哥哥家，他想去咱们那里看看，他答应给咱们保密。哦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后山挖野菜的地方看看。如意，你先和娘进屋，我去把咱家那些盆碗罐找出来。如意，走，跟娘进屋把炕烧一烧。我觉得再烧烧，这炕明天估摸着就能睡人了。哦，娘，咱家这口锅好像买大了。没事儿，等明天没啥事儿，让你爹再好好弄弄。娘，你说我奶和我大伯娘他们不会再来咱家抢东西了吧？他们敢！今天娘打那2个小偷的时候，你瞧见了吧？你娘我现在厉害着呢。都拉走了，说是5斤野菜给1斤粮食。哎，没想到那个冯元恩年纪不大，倒是个有本事的人。那太好了，吃饭吃饭。如意，你干啥呢？你掐自己干啥？二姐，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我有时也觉得现在的好日子太不真实了。早知这样，咱们就该早点从老宅搬出来，早点离开爷奶他们。二姐，你说大姐能吃上油饼不？是啊，关于大姐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大姐李如兰当年是和李富贵家3儿媳江玲互相交换的，李如兰嫁给了江玲的大哥，江玲嫁给了李家旺。这着急了！现如江玲生的那个女儿都7、8个月大了，大姐却一次娘家都没回过。江玲的大哥比大姐大了整整10岁，据说那人娶不上媳妇儿，并不是说他人多差，而是因为他们那里本来就没什么人。江玲刚嫁过来的时候，李家旺对她还是不错的，再加上他带过来的陪嫁是一些上好的皮子，李家大院的人哪个不眼气那些好东西？江玲整天跟个哑巴似的，和谁都不说话，有好东西也不知道拿出来孝敬老人。慢慢的，李老太太就借故江玲生了个闺女，对她百般刁难。开始江玲还忍着，让下地就下地，让干啥干啥。后来有一次，江玲收工回来，见自己闺女摔在地上，哭得都快没气了。李老太太和宋桂花都在家，却都假装没听见，气坏了，抱起闺女就要回山里。好不容易换回来的媳妇儿，李家大院的人自然不会让她走。然后江玲就开始闹腾上了，不上工，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这样的江玲自然是没少挨打。直到有一天半夜，李家旺嗷的一声惨叫，顶着一脑袋火苗跑出来，这件事总算有了个了结。等哪天我去找机会去问问江玲，看看能不能问出来他们家到底住在哪儿。爹娘都说了，等哪天咱们一家去看看大姐。他会告诉你吗？那你去找他的时候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行，到时二姐叫上你。哇，这空间水果然是很神奇啊！
什么味儿啊？这车怎么什么人都拉？早知这样，我们就不该坐这趟车。我身上咋可能有味儿？我昨晚可是在自己空间里好好洗了个澡，而且还弄出来不少水，让爹娘也洗了个痛快。闺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和这种人较什么真儿？爹，你觉不觉得这身衣服有些面熟？是不是在哪个小品里看见过？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，你种的是茄子，能长出辣椒吗？超生游击队吧。喂，我说你们两个要饭的，能不能坐去后面一些？熏死我了！我说你们这对父女咋回事呢？我对象说你们身上有味儿，你们就坐远点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你这年轻人，你说别人之前怎么不先闻闻你们自己身上都啥味儿？这姑娘我就不说了，就说你吧，你那脑袋上真是头油吗？我咋闻着一股子猪大油的味道来？你个臭要饭的，我今天非撕烂你的嘴不可！小红，小红，你们到底是干啥的？咋把人给整晕过去了？各位好心的同志们，你们说我们妇女干啥了？我们坐在这儿动都没动啊！我这个位置离得比较近，我看见了，这爷俩连动都没动，这姑娘就倒了，不是想要讹人吧？对。我没有撞晕，我是真吓晕了。这姑娘身上有蛇，而且是一条毒蛇。开啥玩笑？这位大姐不是疯了吧？她一个小姑娘，玩啥不好？玩蛇？你说你这姑娘咋能满嘴跑火车嘞？你是想把大家都吓晕，陪你一起讹人咋的？我看她就是那个意思，这心思比蛇都毒。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！刚刚他的确拿着一条蛇啊！一定是被他藏在筐里了，那两个筐都是他们父女俩的，那条蛇一定就在筐里。别怕，小伙子，那爷俩的竹筐里到底有没有蛇呀？你发啥愣啊？哪来的蛇？就2筐野菜。野菜？今年哪里还有野菜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哎，姑娘，你们父女俩背这么多野菜，是进城看望亲戚的吧？那啥，你看能不能换给我点儿？我这里正好有2张肥皂票。小姑娘，也换给我一点呗，我用粮票跟你换。我说你们这些人，说有毒蛇的时候，你们能跑多远跑多远。这一说有野菜，你瞅瞅你们，把这爷俩给吓的。我默不作声，这是吓的吗？我这是沉稳，好不好？那啥，咱们咋都得给这父女俩留一筐，不然人家进城看亲戚也不能空着手。没事，没关系，不用留，我这空间里还有一大堆了。剩下这一筐，大叔、小姑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和这位大姐还有这位售票员分一分。这事儿你说呢，闺女？爹，大姨家里10几口人，就给1筐行吗？行倒是也行，那看看他们都能给多少票吧。
不然咱们去你大妈家里，也是去借粮的。我就知道，现在农村都断粮了，赶这时候进城的，十之八九是去借粮借钱的。小姑娘，我给2斤粮票，你这筐野菜都给我，可以不？2斤粮票就想换这1筐的蔬菜，想的可真美。4，我给你2块钱，你干脆连这个筐都卖给我好了。现在不允许个人买卖，知道不？我拿粮票还行，你拿钱那可是犯法的。哼，这里有1斤花生，换不换？花生可是个好东西，吃了顶饱，还能当菜吃。这1斤花生要是能当种子，多一点还可以榨油。那我得先看看你这1斤花生的质量，要是太差可不行。本来这就没多少。可行，不过1斤花生可换不来1筐野菜。小伙子，今年野菜有多缺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。那你说咋换吧？给那位大姐抓出去一些，剩下的你和那位售票员同志1人1半，可以不？中啊，我这2张肥皂你们拿着，野菜你们看着给点就行。你用啥装野菜啊？用这个吧。行啊，那我给您多装点。小姑娘，你这给他那么多，那剩下的哪够我们分啊？小姑娘，我们给的可是粮票。刚刚我们爷俩被人欺负，要不是这位阿姨先替我们说话，我们可能就被坏人给讹上了。谁是坏人呢？你才是坏人！你说谁是坏人？我看你们爷俩怎么不像是好人？你闭嘴吧！挺大个姑娘家，和个小姑娘动手，你也不嫌臊得慌。这些个眼瞎的，刚刚我明明就看见有条蛇。哼，说不定一会儿那条蛇就从哪里钻出来，咬死几个才好。走吧，小红，咱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没看他们都混到拿野菜换粮食的地步了？哼！谢谢你。这俩人倒是般配，那身上的味道可熏死我了。咱们找个地方，闺女啊，你把空间里的那些野菜、蘑菇什么都拿出来，你看着，爹去带买主过来。行啊，爹，你放心去吧，我就在那边老老实实等着你。哼，这河里还有水，那就一定有鱼了。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，怪鱼，死臭鱼，你跑啊跑啊！哼，嘿，收。爹，我在这儿呢。真的有这么多新鲜野菜，我出150斤粮食，全换了。成，您是个痛快人，咱就按您说的办。闺女，要不咱们去副食品商店转转去？走，看看去。同志，麻烦您受累，
给拿包红糖吧，家里急等着这红糖用呢。爹，你说这时候有没有效益奖啥的？这时候哪来的啥效益奖？一个月啊，就那点死工资，像这种单位，估摸也就20左右块钱。爹，咱们先买点穿的吧。闺女，爹记得你那里就5尺布票吧？购买啥的？布票不够，咱们就去搞布票。反正今天孙凤琴同志不在，没人约束咱爷俩。爹，咋样？走，爹领你找个地方，说不定能整到不要票的衣服来。大爷，请问你们这里有瑕疵布卖吗？啥瑕？大爷，瑕疵布啊，瓷补。我说大爷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瑕疵布卖啊？喂，阿霞，没这人，快走走走走。大爷，这条鱼给您回去炖汤喝。好吧，你们进屋里等着，我去给你们问问。进去。楚大炮，你快着点儿！要是被姓杨的逮着，又要说我擅离职守。就你们爷俩要买瑕疵布啊？您看看这里边的东西，觉得行，咱们就接着往下谈。那啥，这位老哥，你们爷俩就是想要点瑕疵布是吧？对对，我们家也没有钱，一家人穿没穿的，盖没盖的。您看这些东西，能给整多少就整多少。你说你们爷俩有这本事，咋不早点过来？我们之前也不敢想，还能拿这东西换布。这样吧，我呢在厂里就是管这个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我们厂子里也的确有很多瑕疵布，那些能卖的都拉去商店摆柜台了。我能做主的，都是一些实在卖不了的。只要你们不嫌弃，我给你们多弄点儿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嫌弃啥呀？你看看我们爷俩这穿的，能补着做几件衣裳就中啊。大哥，你是真老实啊，不然可是很容易吃亏的。是，我们爷俩命好，遇见好几个好人帮我们。这样，日后再猎到啥，我还给你送来，中不？行啊，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这块蓝色的实际没啥大毛病，就是染色有点不匀，然后还没等拿去商店卖呢，就在库房里让雨水给泡了一下。这块花布啊，你们拿回去好好挑挑，有坏的地方就扔掉，挑好的给小姑娘做几件衣裳也够了。中啊中，这就挺好，谢谢你楚师傅。谢谢叔叔。嘘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啊。这块布是好的，我本来是留给自家妹子的，看你小姑娘是个讨喜的，拿回去做衣裳穿吧。谢谢叔叔。妈，
沉了，爹。我这捆看着比你那款小多了，还这么沉，你那得多沉啊！这捆黑布，我估摸着3、5、10尺是有了。那太好了，这下咱们家几口人都有裤子穿了，剩下的还能给爹你做一件上衣。哈哈，这下你娘可有的忙了。对了，昨天你娘买的线是白色的，咱们等下去商店再给你娘买点黑颜色的线。如意，把这个给娘，你去看布吧，挑好看的，等着娘给你们做新衣服穿。二姐，这些布都是咱家的吗？你就看见布了，还有这个呢，看看这是啥？啊，好香啊！娘，你快点过来，看看二姐买回来啥了。小闺女儿，这包饼干都是留给你和你二姐吃的，你二姐比你大，给她4块，我小闺女吃6块。老妈只是有了小闺女，就瞅着亲闺女不香了。不要，我的那份给爹2块，给娘2块，我吃2块就行。这饼干明明就是我买回来的，好人却让李如意做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如意也算是我的亲妹子，我就是进入角色没有爹娘快。哎呀，如意，快别哭了。二姐不是和你说了，打从咱家从老宅搬出来，咱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。我知道，你看那天你和娘进山就捡了一只傻狍子，今天你和爹又捡啥了？如意，你忘了我和爹一早走的时候背2筐野菜和蘑菇，然后就遇见了个人，可相中咱家野菜蘑菇了，就给了我们15块钱。别瞧他给这么多，实际是给的定金，咱们还欠着人家好多筐嘞。那以后我也和你们一起去挖野菜，咱们多多的挖，都卖给那人。唉，好呀，不过野菜蘑菇也值不了几个钱，说不上哪天大雨下来，到时候城里人自己不会去挖呀，你说是吧？哦，那咋办？那咱家以后靠啥挣钱啊？卖鱼呀！今天我和爹在去城里的路上看见一条河，二姐就想去河里看看，然后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了？那里有好多大鱼啊！那条河就在一座山的后面，我估摸平时那地方也没什么人去。然后我和爹就在那儿用竹筐，里面放点咱们家的野菜，再然后你应该就能猜到了吧？能，我猜到了，你和爹一定没少捞鱼吧？不然咋给咱们家带回来这么多好东西？对呗，这2捆布都是我和爹去纺织厂换的，说是瑕疵布，不能拿去商店卖了，就内部处理了。不过这事儿你出去和谁都不能说，不然都知道有这好事儿，以后就没咱们家啥事儿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不说，我和谁都不说。孙老师的笑越来越优雅了。都说60、70年代的日子不好过，可现在的人也真容易满足啊。老李，你回来了。你们娘儿几个刚刚笑啥呢？笑成这样。笑啥？我娘应该是
是瞧见如意的伤口好了，太过开心了。我是瞧见我娘笑，就跟被人点了笑穴似的，控制不住啊。记得谁说过，最向往的幸福生活，就是每每回到家，能听见从屋里传出来的笑声。凤琴，你发现没？现在这段日子，反而是咱们一家最轻松的这段日子。是啊，曾经咱们都不轻松，哪怕那时家里啥事儿都没有，也不缺钱，可不知怎么，就是没像现在这样全身心的放松过，好像总有一根弦绷在那儿。高中最后这一年，学霸的压力一点都不比学渣小，甚至更大。爷，我知道你现在为啥轻松，因为咱们一家再也不用看着我爷奶看我大伯娘的脸子吃饭了。对对对，我小闺女说的对呀！那啥，如哥，给我小闺女买的大饼干呢？大饼干。花野菜我们家可是出了力气的，凭什么要把换来的粮食分给那些没有出力的？对呀，这年头谁家不缺粮？那几家没有劳力是他们自家的事儿，凭什么队长就要把我们种的粮食分给他们？你信不信？既然分粮的事儿没能瞒住，估摸挖到野菜、捡到蘑菇这事儿也瞒不住了。你瞅着吧，明天一起早，肯定得有人私自进山里面去挖野菜。这事儿到此为止吧，咱们就不参与了。有本事就让他们自己去挖好了，能挖到算他们有本事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就咱家现有的粮食，就算没有救济粮，也能吃几个月，可不和他们去冒那个险了。哼，尤其那个李长青，今天这事儿就坏在他身上了。我都怀疑他们两口子是不是故意的。还是不是啥？肯定是故意的。那人就不是个安分的，婆娘更不是个东西。以后咱们都离那家人远着点，有他参与的事儿，咱们尽量躲着点。中啊！这一次咱们一家也算帮了大家，以后就不管了。爹娘，平安哥往咱家这边来了。好，爹知道了，你去玩吧。看来爹娘已经把那些布给藏好了。这丫头以前饿着肚子哪敢这样跑，就怕越跑越饿。三叔、三婶儿，如哥也在家。三叔，你前几天不是想找我老丈人做些木工活吗？我老丈人说了，他们家正好有点木头，不用也可能要上交了。门窗、箱子总共22块钱。22块钱，这简直就是一半人情一半钱，这欠的人情可有点大了啊！这点活不是小活，而且木头还是你老丈人家里出的。这样吧，我这2天跟着往城里跑，挣了点钱，我给他们30块钱，你让你老丈人爷几个抓点紧就行。三叔居然能一下拿出来30块钱，还说是这2天挣的，还赚的是城里人的钱。你这个三叔啊，还真不太像是你爷的亲儿子。野菜呢？野菜呢？当家的进山几天毛都没见着一根，你倒是去找找队长啊！老子的，我这就去。村长，出来！山里的野菜呢？你赔我野菜！好你个李长青，我男人都被你家婆娘气病了，你还敢来？看我不打死你，还敢跑！哎呀，李大春，算下来大家都姓一个李，你怎么这样不通人情？哎呦，别打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哇，如意，你家咋有钱给你买新衣裳穿了？不知道如意会怎么回答他们。那这衣裳不是新的，你们看，这里还有补丁嘞。
那也和新的差不多。你看你那裤子，一块补丁都没有，就跟新的一样。我瞧就是新的。我娘说了，没补丁的衣裳都系是新的。不知道如意接下来会怎么说。我家可没钱给我买新衣服穿，这是我进城看病那天遇见个好心人，瞧我们一家可怜，给了我们家好多旧衣服。你看我这件上衣就是我娘剪短的，然后用剪下来的布补在胳膊肘这儿了，你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李队长，吃了没？还没吃。李队长，饭都没顾上吃，来我家里，这是有啥事儿吧？有啥事儿不知道，让着我吃点饭再说呀。怪不得李老师就看不上你，要把你分出去。这也太不会来事儿了。有事儿，当然有事儿了。那个野菜的事情，咱们还得继续啊，不然这救济粮不定哪天能下来，就大家那点粮食也顶不了几天呢。是，我知道。不过这几天我听说大家进山都没挖到野菜，我们家这几天啊忙着还大家土坯，没倒出时间进山，还真不知道山里是个什么情况。三哥，你们家那些野菜大多都是你和如哥背去城里卖的，没少卖钱吧？你看看你们家这粥，可比我们家的粘稠多了。我们家那个呀都快能照人了。话可不能这样说啊，李队长。啥叫我们家背去城里没少卖钱啊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那我们一家就得去吃牢饭里。不会，这事儿没人往出传，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话。要是在外面当着外人的面，我肯定不会这样说。李队长把这件事儿说出去也没关系，这事儿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，全村30几户50几个人参与的事儿，天塌大家死，过河有撮子，有你们几个干部在前面顶着，咋都不可能轮到我们一家去蹲巴黎子，是吧？李副编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还是一队的社员，我还是一队队长。好大的威风呀！还好你只是个小队长，这要是大队长、公社书记，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见着你，是不是还得下跪磕头呀？风琴，这件事儿不用你管。那啥，你和俩闺女不是要去看望大队长吗？正好替我问问大队长，李队长上咱们家来闹，他那里咋说？你们，你们这误会我了。咱们好歹都是姓李的，我这不是和你们商量吗？没得商量，以后你们爱干啥干啥，我们家都不会再参与了，免得哪天被你们给送进去。二姐是三堂嫂，香菱就是大姐那个小姑子。对呀，不然还有哪个江陵？哼，都是她，要不是她，咱家大姐也不会被换去山里。这不能怪江陵，有咱奶和宋桂花在，咱大姐就算不被江家换走，也不会找到好婆家。别担心，咱家又没人犯法，估摸着是有人来打听啥事儿的。听说你们劫捞鱼了，捞着了吗？二姐，水壶大哥不是来要水壶的吧？周同志，你怎么有时间来我家了呀？我是来给你们家送筐的。放心了，我不是来要水壶的。他咋听到的呀？我说的那么小声，
这个姓周的听力怎么这么好？如意刚刚趴在我耳边说话的时候，我都只是听了个大概，没想到离得这么远，他居然都听见了。周朝阳，我记得那天告诉过你我叫啥呀？你是不是忘了？那我和如意以后就喊你周大哥吧。那啥，周大哥，你不急着走吧？我俩刚刚抓了很多泥鳅呢，等下让我娘给你做红烧泥鳅吃，可好吃了。可以啊，不过你能陪我进一趟山吗？或者告诉我，那天的野菜蘑菇不是在哪儿捡的呀？那天在你家换的蘑菇野菜，我们那儿的人都说好吃，本来还想让我再找你们换点。你看这些粮票都是大家凑的，不过李叔说你们家没有野菜了，如果你可以给我带路的话，挖到野菜，这些粮票就还是你的。老爹这意思是不想让我答应啊？我们这儿的野菜也都被挖的差不多了，这几天我们村的人天天都有进山，都没挖到，都是空着手回来的。我估摸咱们也未必就能找到野菜。那我自己进山看看，这台自行车就先放在你家，等下我过来取。可以，我让婆娘先把饭菜准备好，等下周同志一定要来家里吃了饭再回去。行，那这些粮票就算是我在你家吃饭的饭钱了。等等，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，不然那地方你也找不到。挖不着就早点回来，凭啥？别人进山都挖不着，你进山就能挖着。还有，这粮票等下记得还给小周。知道了，我会还给他的。这是你们大人的规矩吗？男女不能并排一起走。这和大人小人有啥关系啊？这不是你爹的意思吗？我爹？别以为我没瞧见，我都看见了，你爹一直在偷偷给你使眼色呢。合着他还不只是听力好，视力也很不错，不过就是这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。实际我爹那意思是我们家还欠着你人情，让我别懒，可以答应陪你走这一趟。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你个吊死鬼托生的，你个得痨病不得好死的！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你先去后院等等。哎呦呦，你们都来听听啊，听听这个不孝的死丫头咋说话的！我老婆子70几岁的人了，她居然骂我抽风！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老天爷啊，你这个也看看吧，这些个不孝的，真是要活活把我老婆子给气死啊！平时装的挺老实，没想到孙凤琴是这样的人。咱们当儿媳妇的咋能这样对待自己婆婆？这可是大不孝啊！李富斌家这个二丫丫头也不是个东西，小姑娘家就这么不孝顺，这日后咋找婆家？谁家敢要这样的儿媳妇儿？如哥以前可不这样，还不是被老李老太给逼的。咋逼了？亲奶奶给孙女找婆家不是很正常点事儿吗？如哥才多大？你家闺女比如哥还大2岁呢，他奶要给你家闺女找婆家，你咋又哭又嚎的不乐意？我说三弟妹呀，你这也当了李家20年的媳妇儿了，咋还不知道咱娘的脾气嘞？我奶啥脾气啊？
大人说话，哪有你小孩子插嘴的份儿？哼，你瞅瞅你刚刚把你奶给气的，这要是把你奶气出个好歹的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啥时候说过这话？你这孩子咋瞎说话嘞？崩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，都啥时候了？你宋桂花还想装好人？三弟妹，实话说吧，我们今天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上你家的房子了。二弟妹，你胡说啥嘞？我大嫂子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都啥时候了你还装？老二媳妇儿，你来，你说的就是娘的意思。大嫂，你都听见了吧？这可是咱娘的意思，还有这套房子，大嫂你家也就别惦记了。我知道你相中这套窗户门了，那可不行。以后我家搬过来，窗户门给你家，我们家用啥？凭啥？我们才是家里的长子，凭啥这房子就要归你？哼，房子归你们二房也行，不过窗户门必须归我们大房。算是三弟妹那天砸坏我家的窗户，赔给我们家的好了。我不是遇见了一窝傻子吧？我说你们妯娌俩争啥争？这房子给你们，李富斌一家住哪儿去啊？哼，我管他们住哪儿，反正这房子我们二房要定了。你可怜他们一家，就让他们住去你家好了。不要脸！我说张秀英，凭啥人家的房子你说要就要？你们可是都分家令过了。这说的是我们老李家的家务事儿，关你啥事儿？用得着你多嘴？够了！我说你们都够了！我们一家净身出户搬出来，一斤粮食没拿你们的。如今我们一家人能活下来，那也是靠大家伙帮的忙，可没借你们家啥光。对，我娘说的对。你啥你？你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忘了咱们分家的时候咋说的了吧？没事儿，你忘了，我可以给你提个醒儿。当时可是大队长李三爷都在场。你老人家要是还想不起来，那咱们就去找大队长问问，你们这样算不算抢劫？娘，是入室抢劫。对，是公然入室抢劫。天爷呀，你快睁开眼看看吧！瞧瞧这些个黑了心的，都分家令过了，还惦记我们家的东西，这是想要逼我们一家去死啊！同志，你找谁啊？这家是我三叔家，你咋是从他们家后面过来的？同志您好，我叫李如霞，请问你贵姓？婶子，我刚刚都听明白了，你们需要报公安吗？这事儿我可以替你们跑一趟。行吧，那就麻烦周同志你跑一趟吧。报啥公安啊，小伙子，你可别听我三弟妹瞎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吵吵闹闹几句，人公安哪有空管这事儿？谁跟你们是一家的？如哥，你咋能这样说爷奶？我们做小辈儿的，对爷奶孝顺不是应该的吗？如霞姐，你那眼睛咋了？咋一个劲儿的冲着周同志眨眼睛？是迷眼睛了吗？如哥这丫头还是小啊，你堂姐那是在冲这位同志送球膜嘞。秋波是什么？是秋天的菠菜吗？周同志是吧？我堂妹没读过书，没文化，你别听她胡咧咧。这丫头说话还真逗。小伙子，你家是哪里的？我们家如霞那可是能生儿子的，我得听听你们家啥条件。一般人家，我们家如霞可不稀得嫁。奶，周同志一看就是好人家出来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奶，我也都17岁了，你不能只惦记如霞姐呀，我也是您的亲孙女啊！你急个啥嘞？哎呀，我得先问问这小伙子是干啥的。如果是个城里的工人，那就得可着你如霞姐了。娘，
你做啥梦呢？就如霞这好吃懒做的样子，模样又不行，还想嫁给人家周同志，还有你们这些人。我李富斌的家不欢迎你们，都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老天爷啊！不走是吧？还想继续闹下去是吧？那好，那就不能怪我们了。你们还能咋的？这好似是怕你们似的。孩子他娘，你可以动手了，放心，打死谁咱们都是正当防卫。如霞这船上活该打一次，可是，哎，你看这几下看着就怪疼的。活该！这张秀英平时老是欺负人家凤琴，俗话说吐了急了还咬人呢，让人着急了吧？来够了吧？该就是疯了，都疯了！哎娘，他们妯娌之间的事儿，您就别跟着掺和了，要不然您帮着谁都是骗偏心，就让他们自己打去吧。放开，你放开！让！这是咋了，老三？你们一家咋能随便打人呢？乔大哥这话说的，怎么是我们一家随便打人？我们上你们家去打人了吗？还是我们一家去抢了你们家房子了？你这个女人，我是咋说的？让你没事别往老三家跟前凑。你瞅瞅我这身上，都是如哥那死丫头抽的。你这丫头，也都10几岁的大姑娘了，咋能说动手就动手呢？如霞可是你亲堂姐。你还是我亲大伯呢，不也说要卖了我就要卖了？还有我大姐，你就被你们一家给卖了，到现在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。你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村长，我娘要带着我大哥二哥住进我们家。这房子是我们几十户人家凑的土坯，给富斌一家盖起来的，你们谁都没有资格住进来。以后这样的事儿啊，最好不要再发生了。李老叔，你说呢？你说说你这个老婆子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这也稀罕那也稀罕，再怎么稀罕你还能带进棺材里去咋的？还有你们，这是要活活把我和你娘气死啊！哭什么哭？福气都被你们哭没了，还不走？王婶子，等一下。这是我和如意上午去河边抓的，没抓多少。婶子，你拿几条回去，给我柱子叔补补身子。哟，这咋好？你看看，我们家都没帮上你们家啥忙。如哥，以后你家里有啥事儿需要婶子帮忙，就让如意过来喊我一声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婶子。咱们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说是吧？婶子，那以后少不得还要麻烦你们家，我在这儿就先和您说声谢谢了。谢啥谢，都不是外人。走了，婶子回家给你柱子叔炖汤去。这泥鳅估计得有半斤，如哥可真是个大方丫头。你小子是个有本事的，李叔以后喝酒可就指望你了。
放心，李叔，我能让您指望上。这小伙子对李富斌一家可不止这点交情呢。拿着。婶子，这多不好意思，我这连吃带拿。跟婶子客气什么？谢谢。爹，我们和如意前2天在河边遇到江林了，可是他啥都不肯告诉我。他连地址都不肯告诉你们。是啊，那些布，我们也给大姐留了一份，将来如果大姐能回来。也不知道那孩子咋样了，以后一定要接回来。如意，快来，姐跟你说个事儿。如意，分家的时候，咱们还有一些家当留在爷奶家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给拿回来吧。好呀好呀，那我到时就负责去陪爷奶说话，二姐你负责去拿东西。小妹这智商不简单啊，这明显就是随了李富斌同志的脑瓜子。如意，你想要个弟弟不？啊，想，如果娘能生个弟弟，那奶以后就再也不能骂咱娘了。你来干啥？奶，我娘让我给您送点菜。哼，放门口，赶紧走。我肚子疼，借您家茅房使一下。快去快去，你可赶紧出来。咦，这是啥？咋这么慢？闹肚子。好了，奶，我走了。嘘。我天，没想到李老头和李老太太还是隐形的大富豪呢。